位大人这么着急，是要去哪儿啊？虽然是2个人，但却是很厉害的2个人。那废物也能找来这么厉害的帮手吗？亲王，你不是想找我吗？ 国师啊，孤的这番谋划，可是有些志气啊。陛下的谋划不能说是志气，都是为了背离。只不过陛下的眼光看的，终究只有这几十年，而李长生看的却是几百年吧。 李先生应当就是贝利的护国人。无论是他培养出琅琊王这样的绝世之才，还是将百里东军收作弟子，都是他的护国谋划呀。世上真有人能活几百年吗？吾等秘法之家，确实有地仙之流。 可活过100年已是不易，能活几百年，必是付出了常人难以接受的代价，自然也要接受常人难以承受的责任。姑明白了。 雪月城弟子司空长风，前来挑战羌王刘孝臣。雪月城弟子司空长风，前来挑战羌王刘孝臣。 你便是羌王刘孝臣？你想问我的枪？请赐教。
年轻人，枪法不错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司空长风。你想胜过我，然后名扬天下？有这个想法。可我还不想让路。只要打败了枪王，就可以成为下一任枪王。枪王有很多个，可是你是可以成为枪仙的。司空长风，先生让我来寻你，问你一句话：可否愿意随我去一趟天启？真正的去一趟天启。师傅，既然我回来了，镇西侯的事儿就交给我吧。我也知道最近你在筹备天启内卫司，需要4个高手。我刚收了个弟子，说不定能帮到你。师傅，您的关门弟子不是东君吗？不是，是个小枪仙。东君7斩星夜久助你破境之时，你见过。徒儿呀，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能帮到你了。你去找到他，就说是我的意思。那边去吧。文君，文君，我回来了。云哥，云哥，吃饭了。哎。好香啊！此次天启之行可还顺利？顺利，放心吧。哦，对了，你这次去见到东君了吗？说来我也有10多年未曾见过他了。我是朝廷钦犯，现在情势敏感，怕连累他，就不见他了。等他事了，我给他写信，要他过来。嗯，好。来尝尝这个。真好吃。多吃点。天山派王仁孙特来拜见忘忧老人，请求一见。天山派王仁孙特来拜见忘忧老人，请求一见。天山派王仁孙特来拜见忘忧老人，请求一见。天山派王仁孙特来拜会忘忧老人，请求一见。这位天山派的王兄弟，你来找忘忧老人何事啊？哦，是这样的，我呢修炼到了瓶颈，一时不能突破。听说忘忧老人修6法密通，境界高深，所以我想请他来替我指点迷津。就你方才吼那2嗓子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来挑事的。哦，误会，我绝对没有不敬之意啊！不是，不会是因为这个，所以忘忧老人他不愿意出来见我吧？忘忧老人没有不理你，他因是去外地与其他隐士郊游了，
如今可能不在山上。那怎么办？没事，他去的也不远，通常过几日就回来了。王兄如不嫌弃，进来吃杯酒，歇歇脚。哎，不嫌弃，不嫌弃，还望兄台你别嫌弃我才好呢。不知兄台怎么称呼啊？叶鼎之，天生派王元孙，请，请。太和18年，北离国泰安帝病重，夺嫡之战愈烈，无数朝廷重臣因党争被敌对势力杀手暗杀，一时间天启城血光笼罩，人人自危，史称六王夺权。为了抵御这群不明杀手的入侵，琅琊王萧若风、卓心剑传人李新月、无极棍姬若风、唐门唐连月、雪月城司空长风创立天启内卫司。在他们的合力下，天启城在历经短暂恐怖后重归安宁。这4人从此被称为天启4守护。然混乱稍平，泰安帝却突然病危，6位皇子以亲王为首结盟发起兵变，一路杀至平清殿，逼泰安帝传位。萧若风率天启4守护及虎贲军将平定叛乱，生擒亲王。这边，看这个事儿。禀琅琊王，如何？叛军余孽皆已捉拿收押，留待大理寺审理。参与叛乱的皇子有些业已伏诛，而活下来的都已经看管起来了。你还有什么想说的？成王败寇，本该如此，我没什么可说的。带下去。是。叶神，保护王爷。来吧，殿下，来世再见。后怎么了？圣旨到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此时正是良机。破关，你曾同羽生魔4家奴救出过义文君，有你去，再好不过。等我消息。二小姐觉得我这弟弟能搞定吗？毕竟，您和吴相使的这场棋局，一步接着一步，一环扣着一环，
只要走错其中一步，一切可就无法挽回了。不相信破关，难道相信你吗？破关虽然不善言语，但只要他一出手，就不曾失败过。唉，人呐，果然是长得老实一些，话少一些，更容易让人相信呢。云哥，回来了。易姑娘，是在下。谁？我们只见过一次，但还未来得及知会名字。什么时候？那日姑娘从天启城离开，出城前我曾与姑娘见过一面，只是时间很短，大概只有半日。难道你也是羽生魔师傅的家奴之一？不是，我是洛夫都统让我跟出来帮你们的。我叫李飞展。还好你长得很好辨认，不然只见过一面，我还真不一定记得你。进来说吧。你来是有什么事？原来易姑娘已经有了一个新的孩子。你这话是何意？实不相瞒，这次便是洛夫都统让我给姑娘带话了。他说，孝与小皇子病重。娘亲。恐怕是撑不了那么久了。什么？难怪我会忽然梦见他。副都统让我问姑娘，要不要回去一次，再看孩子最后一眼。他会安排好一切，让姑娘悄悄地入城，再悄悄地离开。我知此事不能让叶公子知道，所以才在他离家之后寻来。去与否，皆凭姑娘决定。洛夫都统也是不想姑娘因此错过，后悔一生啊！若是怕叶公子担心，且留书一封给他便是。姑娘可是还有什么顾虑？安氏一个人在这儿，我有些担心。叶鼎之何时回来？看这天色，应该是快要回来了。一定要赶在他回来之前离开吗？他若是知道姑娘前去做什么，会轻易让姑娘前往吗？罢了，我已知道姑娘的决定，那便如此吧。等等，让我再想想。易姑娘，不是属下不愿意等，只是那小殿下的病，恐怕等不了姑娘这么久了。若是真的不好，飞展还需尽快回去，帮助副都统料理一下小殿下的后事啊。安氏，娘亲
要出趟远门，不过很快就会回来了。到时候还会给你带一个哥哥回来。远处有动静了，怕是他回来了。放心吧，这么一会儿，小安是不会出事的。走吧。撤！我回来了，娘子。哎呀，我早都想回来了，可是张屠夫说呀，今儿杀了猪不带毛，非让我留下来喝一杯。我这喝一杯就喝一杯吧，他喝着喝着又唠起了自己病死老婆的事情。娘子，我给你买了最爱的糯米团，还有桂花酿。奇怪了，娘子这个时候也不会出去。安是醒了？娘亲呢？不知道。吾复夜云，吾近日常有噩梦，梦及吾与萧若锦之子萧雨。梦中萧若锦因吾之故迁怒于他，对其百般折磨。吾心中不忍，恰逢师兄派人前来，预祝吾将其从天启城中带离。吾惧你不允，私自上路，还请勿怪。不日将归，勿念。你说，叶鼎之看到信后会如何？草庐会再踏一次吧。因为不管什么原因，叶鼎之知道，他回了天启，就回不来了。叶鼎之一定会像发了疯一样赶去天启城吧？所以我们要在这里拦住他。许久未见了，滚开！好大的怨气啊！我可是赶了很远的路才到这里的。安氏，找棵树在后面等爹爹，不要上前。去。好。我说了，滚开！哟，真生气了。好啊，那你就拼尽全力来杀我吧。只要你能杀得死我。魂官，你疯了！我没疯，我这是真的也想感受一下这虚念功的威力呀！虚念功第3重，
不如你，没有什么天生五脉。我苦修这么多年，虚念功也不过才修至第3重，可就凭这第3重，足够我今日把你打趴下。生死印，真当自己是判官，能定我的生死？所有人都劝我不要入魔，可这世道只有逼我入魔。只是断了几根经脉，你胆子也太大了！以你的体魄，妄用虚念功会让你的经脉断尽而亡的呀！好不容易偷偷练了些，要用一次才尽兴。爹爹，爹爹，你们是爱我，爹爹。错了，小子，你爹走火入魔了。现在只有我们才救得了他。云哥，你的好兄弟百里东军来了，还不速速给我接风洗尘？这。吁！我们来晚了。驾！吁！东军不好，叶鼎之被天外天的人带走了。我已经把体内的3重虚念功尽数传给他了。他什么时候能醒？3重虚念功呢，可不是一时半会儿就消化得了的。那你呢？若想要恢复到之前的状态，恐怕要个1年半载的吧。该死的李长生！当日暗中究竟对我做了什么？为什么我的伤势还不见好？父亲，你走了就不该回来，无论什么原因。父亲，你为何就不肯放过女儿呢？我们一家世世代代侍奉萧氏皇族，在暗处已经很久了。如果你当时不走，
你甚至有机会可以成为皇后。可是她不想成为皇后啊。朱雀是。易宗主，麻烦。你为什么让人告诉我这个消息啊？我不想管。我现在大小也是个将军，这种男情女爱的事儿，能不能别来烦我？我走了，当我没来过，也当我不知道。雷将军，方才易卜来过，那就让他们自个儿解决去吧。然后司空长风就进去了。以影宗和天启寺守护的关系，若是真打起来，可就很难收场了。又来。天启城有了影宗，现在又多了一个四守护，很显然，其中必定是多余一个。你不应该来管我的闲事，因为只要让我抓住机会，我就会杀了你。哼，这位啊，易姑娘，在下司空长风，是百里东军的师弟。你我二人虽然没有见过面，可当年我却为了你，差点死在了天启。叶鼎之呢，算是我半个朋友吧。倘若我今天袖手旁观的话，我那位小师兄啊，一定会跟我绝交的。你我虽素未谋面，你已经为我拼过一次命了，就不必再拼第二次了。这次可不一样了，这次我不是拼命，因为我再也不是当年那个谁都打不过的少年郎了。影宗自开国之时便奉命守卫皇族，守卫北离之主。虽说帮助陛下夺取帝位的也是我们，可我们终究是琅琊王的人，亲兄弟明算账。既然不是自己人，那就总是有理由的。你说，如果我们二者只能选一个，我们那位皇帝陛下会选谁？雷将军，现在动身去拦，还来得及。我要真动手，这事儿就没法收场了。那你准备如何？哼，司空长风，招！终于见到了朱雀石的惊龙鞭，果然厉害。是你老了。是我老了吗？与其说你老了，不如说你不再愿意相信自己的剑，而是一些其他的东西，比如权力。但是你的徒弟洛清扬就没有了，因为他只愿意相信自己的剑。或许吧，但是我没有退路了。冥顽不灵。真是一柄好枪啊！师傅说过，这小子以后是可以做枪仙的人。又有人来了。宫里的马车。雷将军，你可真是深藏功与名啊！哼，过奖，过奖了。大剑来的可真是赶巧啊！堂堂朱雀氏，与影宗宗主当街斗殴，怕是有失我北离颜面。就你废话多。说吧，你想怎样？
宣妃娘娘，陛下遣奴才护送娘娘回宫。宣妃，我不喜欢这个称呼。恭迎娘娘回宫。素闻你是和洛清扬比肩的大内高手。洛清扬那老家伙呀，任凭我嘴巴说烂也不愿意拔剑。那今日，就你来和我过过招。还请朱雀使注意自己的身份。哎，可别，我可不是什么朱雀使，我呀，就是个江湖浪客。易姑娘，只要你一句话，只要我还没死，今日就别想有人把你从这里带走。真打起来怎么办？大不了让老七来收拾场面吧。娘娘，司空公子之恩，易文君没齿难忘。易姑娘，你可想清楚了？我被困在这座牢笼里太久了，我很清楚他有多么厉害。我能侥幸飞出去一次，但这一次，我知道是决然逃不出去了。司空公子，到此为止吧。你们为我做的已经足够多了。人生在世，要的不是足够，是不后悔。走吧。恭迎宣妃娘娘起驾回宫。没意思。他这么做就是为了保护你。他要是点头了，恐怕连你都没有办法安全的离开天启城。方才易姑娘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？她说：“走吧。”那便走吧。真的要走？是啊，我又不属于这里。真不去道个别？哎，不去了。可你不是说过吗？人生在世，要的就是不后悔。谁说我会后悔？毕竟我们还那么年轻，天下又那么大，谁能知道我们还会不会再见面啊？可你说你自小流浪，没有上过一天学，可为什么有时候说话却这么有诗意？因为我曾经遇到过一个穷酸秀才，他呀。就很爱说这些酸话。那这个秀才一定很有趣，让你过了这么久都没有忘记。是啊，他叫君玉，他跟我说过，他以后一定要闯荡天下，绝对不会错过那位痴痴等他的姑娘。马夫，就好了。谢谢。兄台，以后就多多指教了。驾！
司空长风，君玉。哼，这缘分有趣。他走了？真走了？不来这里道个别？不来，一直走到了城门口，连头也不曾回一个。司空长风，你混蛋！爹爹，你醒了。醒了。这是哪儿？天外天。什么？不然你想去哪儿？自然是天启。就你这身子还想去天启？若不是我们救下你，你早就被魔气吞噬而身亡了。魔气？你在姑苏城过得太逍遥了，却不知道义文君那夫君景誉王早就当了皇帝。他要是回去就是新的皇妃。我知道你想去找他，可是你现在去就是去送死。你感受一下你的内海。这是之前你走火入魔，无法压制。后来我强行将我体内的3重虚念功渡给了你，这才给你救回了一条命。现在你体内有我那3重的虚念功了。这门功法竟可以直接传功？没错，我不是天生五脉，所以这只是普通人修到的虚念功第3重。但你不一样，你有天生五脉，若是修炼，远不止此。你们为何一定让我修炼这门功法？北离护国高手无数，光李先生一个人独守国门，我们北阙就一点机会都没有。所以我们需要一个人习得虚念功，带领我们攻破这道国门。你们想借我的手摧毁北离？我说那是你之前的想法，现在呢？传说魔仙剑是100年前一位剑仙向魔神献祭换来的剑法，叶挺之。与其向魔神借力，为何不自己成魔？若你能修得此虚念功，这小小的魔仙剑又算得了什么？届时天启城没有人能拦得住你，哪怕李长生亲自出手，也未必是你的对手。你的家仇可以报，你的妻子会回来，过去所有的苦难都不会重现。北离待你如此，这世道待你如此，难道你还要做这种无谓的坚持吗？景誉王继位之后，派了很多高手在外寻你们。就算那日没有找到义文君，那明日呢？后日呢？他可能曾经真的很想与你一起过向往的生活，可你也要为他想想。他跟着你只能颠沛流离，那是他想要的吗？是你儿子想要的吗？二师兄，小师兄，
人呢，我已经带来了。战事吃紧，长话短说，尤其是你。哎，好你个刘月，我好歹是师兄，你给不给面子啊？东君，上一次天启城一别，我就说过我们会再见面的。后来我和军中的军士们说起，他们说，像我们这种上阵杀敌的人，不能说这样的话。说了这样的话，就像是立了一面旗帜，最终这面旗帜将会插在我的坟头。可是我是不信的。你看，如今我说我们会再见，我们这不是见面了吗？你呀，成了冠绝榜上的高手，而我成了北离赫赫有名的大将军。这样的重逢，我觉得很好。哇，嘿嘿，是不是成熟很多？嘿嘿，是。行了，我们时间不多，说点有用的话吧。真没想到在这里能碰到二位师兄，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们本来要去南绝边境，后来得了柳月师兄的消息，说你们近日要停靠东极海市府，特地赶过来见你一面。许久未见，真应该好好喝上一杯才是。下次吧。二位专程绕道来看我，想必是有很重要的事情同我说吧？是。南绝犯我边境，绝非偶然。如今西面魔族猖獗，北面的蛮族亦是对我们虎视眈眈。如今北离的处境，真可谓是四面楚歌呀。西面有你父亲镇守，我们也马上奔赴南面。但是有的人，军队是拦不住的。东君，我想拜托你。他可是我最好的朋友啊，你就这么信任我？正因为他是你最好的朋友，所以我相信你绝对不会让他一错再错。东君，我需要你的一个承诺。好啊，那你叫我一声大哥，我便给你这个承诺。你呀，还是这么不尊重你的小师兄啊，大哥。哼，这，哎，你也叫一声啊。我还真得叫你一声大哥。我之前以为你死了，我没日没夜我睡不着啊。你去天启城之前，你娘亲给我下了毒，你要死了我也得死啊。那你叫我一声大哥，我便给你解药。大哥，哎，你还真信了呀？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要死早就死了。我娘亲是骗你的，雷梦莎小弟弟。告辞。驾。最后还是那句话，期待我们重逢的那一天，我是不会死在南绝的战场上的。下。学堂李先生座下弟子百里东君，定不辱使命。云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会把你带回来的。
我听说呀，2月之前，男爵10万大军压境，不出7天，便夺了我们10座城池啊！幸亏琅琊王及时赶到，不然他们一定会一路北上，直取皇城啊！这形势也是令人担忧，担忧啊！我们南城离北境、离皇都都那么远，总兵大人又何须担心呀？啊！这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，要随时准备提刀策马，上阵杀敌。今日我就上书一封，恳请总督大人让我领兵1万，直奔男爵，以为天下之表率。南安城总兵部下不过600，还都是些守城的兵。谁人如此大胆，妄议上官？在下谢轩，乃一介书生，途经南安城，被一场雨困在了这里。你刚才什么意思？你是说我南安城的兵不行吗？我只是想说，不是你的兵不行，是你不行。大胆！你个小小的书生，竟敢挑衅总兵大人！大人不降，难道你降？书生，我知道你们这帮人自命清高，可带兵打仗，不比纸上谈兵说说而已啊。比如说，你会用剑吗？我读过很多剑谱，我还读过《孙子兵法》呢，都是些绝世的剑谱。书生，你若会用剑，今日本将军便饶了你，否则严惩不贷。我的小师叔曾经说过，总有一天我也会握剑。虽然我嗤之以鼻，但是我心里一直在想，若当真有一天我真的握剑，会是怎样一柄好剑？唉，没想到是这样一柄平平无奇，甚至有点俗气的剑。不过这样也好，天下从不缺名剑，缺的是名剑士。大人，刚才外面的雨好像停了那么一瞬。你的剑太久没用，连一道剑气都撑不住。剑仙，仙，一剑便成仙了吗？可惜，你说了不算啊。乱世如雨，落下来的时候，谁也躲不开，便只能入世了。明德7年冬，男爵北上，北蛮临江，西域不安。次年立春，魔教正式东征，进犯中原武林。朝上有琅琊王萧若风率军南下抵抗男爵，蜀中唐门弟子唐连月被其揽于帐下。柱国将军雷梦沙改道向北，御敌国门之外。八公子之柳月、清歌、墨尘前去相助。镇西侯世子百里成风镇守国之西门。朝下，百里东军重归雪月城，为正道魁首，领中原武林抵御魔教。这边可真冷啊！来，喝点热汤，暖暖身子。舒服。你说说你，都是冠绝榜上的高手了，怎么真气运转一下，
还抵不住这点寒气？那多没意思啊！春夏秋冬，寒来暑往，总要真真切切地感受到，那才是真实的活着嘛。今天可是新年啊！司空长风那家伙这几个月在外面东奔西跑的打架，都没来得及跟我见上一面。他说今日定来和我相聚，怎么人还没来啊？来了！哟，这么巧啊！这种日子呀，喝上一碗热乎乎的羊肉汤，简直赛过神仙。哎，司空长风，几年不见，这就是你对你师兄的礼说？百里东君，几年不见，不喝热酒，改喝热汤修身养性了。你们先聊，我去看看饺子好了没有。你要的酒自然是有的。今天是新年，我特意多备了几坛，不醉不归。那我可要最好的那种，七盏星夜酒有没有？我哥好多年没喝了，天天想着念。你可真是狮子大开口啊！行，回雪月城我请你喝。行吧。你怎么给他涂了一层黑漆啊？什么审美？这好好的银月枪让你给糟蹋了。胡说什么呢？这是雪月城长老送我的枪，本身就是乌金色的。枪倒是个好枪，不过看着也没比银月枪强多少啊。用顺的枪为何要换？你难道没有听说我与叶鼎之对阵的事吗？自然是听说了。雪月城第3城主司空长风与魔教教主大战了一场，略占下风，全身而退。还略占下风，损不损啊你？不过这故事没说完，我虽然全身而退，但枪断了。那天，我使出了平生最强的一式金龙鞭，可叶鼎之却只用了1招，就把我的枪给打断了，连带着我吐了3斤的血呀！得亏我当年莫名其妙陪你抢了一次亲，结下来的情谊，才没有把命留在那儿。他现在已经这么强了吗？这么说吧，我平生所见之人，只有1人比他强。师傅。对。不过师傅施展全部功力时的感觉，和叶鼎之的不一样，很奇怪，形容不上来。想那么多做什么？到时候以剑试之，不就知道了。二师妹，你怎么突然女扮男装起来了？还故意压低嗓音，下次好歹披个面纱什么的，像柳月师兄那样。这么多年不见，一见面大师兄你就嘲笑我，早知道我便不来这里了，还不如多教训几个魔教的恶人。我哪敢嘲笑你啊！快坐。好端端的，怎么突然女扮男装起来了？因为这样，显得更有杀气。行行行，你这把剑可是剑谱排行第3的铁马冰河，拿着它，哪怕你是3岁的孩童，别人见了都会觉得你杀气毕露。我听说你在来之前在东极海市府。是啊，我看到你爹了，他废话还是那么的多，你就放心吧。放心什么呀？谁要问他了？来了。800里急报到了。师兄他赢了。那不是很好吗？怎么看你好像不太开心啊？赢了是好，但他把叶鼎之带走了。哎呀，我早就料到会是这个样子。若是早早的换我去啊，
算了，换我去，我也打不过叶鼎之。大师兄为什么要把叶鼎之带走？因为他认为还有机会矫正错误。可很多人因为叶鼎之而死，或许不是他杀的，但因他而死。我只能说，根源在更深处，不在叶鼎之。那些在南境、北境中战死的士兵，那些在与魔教交战中死去的江湖人，他们和那些恩怨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为什么死去的是他们？每个人都要为他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叶鼎之一样。说得好。说得真好。李姑，李公子，你刚才说的那番话说得特别好，特别有我们暗河的风范。要不然你换个姓吧，叫苏寒衣。我们苏家欢迎你。谁要去你们那儿当刺客？当刺客有什么不好的？对吧，沐雨？一个人杀不了叶鼎之，我与你同去。这信上都说了，天启城2大守护李新月和姬若风联手都撑不过1炷香的时间，你们能行？那加上我们够不够啊？天山派王仁孙，无名剑叶小凡，无双城宋叶回，还有望城山王一行。不是，他们几个我理解，王一行你怎么来了？你以为我想？师门有命，我不得不来啊。去吧，要保重啊。其实，很久以前，他还住在姑苏城外的时候，我曾碰见过他。那时我还小，自己偷跑出雪月城游历，他教了我几招剑招。我问他，他是谁？他只说自己是江南的游侠。我那时很仰慕他，就像当年的叶小凡一样。但有些事情，错了就是错了，是无法回头的。接下来我们该如何？我与洛清扬约定，离开天启城后，我们分2路南下，在姑苏城相见。之后，云哥带着文君隐居，我们另做打算。如今战乱四起，北蛮和南绝都响应了魔教之事，只要云哥不出现，真的可以那么简单吗？北蛮和南绝都有自己的目的，叶鼎之只是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契机。如今北离3面是敌，在这个时候，他们是肯定不会轻易退兵的。你半招胜了他的时候，你是北离的英雄，
可你背上他逃亡的时候，整个北离的剑都会指向你。不到最后一刻，我都不会放弃，一定会有办法的。嗯。如何了，教主？败了，败了，败给了谁？百里东君。然后呢？探子说，百里东君带着教主一路南下，但具体去了哪儿，就不得而知了。南下。 莫非是男爵？不是男爵，爹爹一定会去姑苏城的。其实爹爹不想做什么宗主，他只想回到那个草庐。还是个小孩子，竟能说出这样的话来。你还是个孩子，这些事情。 就交给我们大人去想吧。是。我点了安眠草，他太累了。 但他毕竟内功高深，还是小声点为好。叶公子想要同我说什么？你应该猜得出来吧？ 我听说过很多种入魔的形容，却从未见过你这样的。神志清醒，良知也还在，这入的是什么魔？魔头不应该都是失去理智、大杀四方的吗？这魔本就在一念之间。之前的我，不在乎天下苍生。 更想杀尽所有与我为敌的人，在正道看来，我怎么不是魔？东君，他想要救天下，又想要救我，这不是正道，也不是魔道，那是什么？是他自己的道。 但他的道再大，我也注定无法与他并肩而行。我走了，你不必白费力气拦我，我也不想伤你。可你的伤无妨，东君没有下死手，更何况你也应该清楚虚念宫的自愈能力。好了。 等他醒了之后，带着他往西走，走得越快越好，越远越好。不要再痛我，有任何干系，我会用我的方式终结这一切。
香啊！来尝尝这个，真好吃。没下雨，你为什么打着伞？是伞，也是武器。传说中的18剑阵，对吧？我倒是挺想一见，只可惜，我是想作为你的对手见到。你笑什么？因为好笑啊！我从来没有听过有人说想跟暗河的纸伞鬼交手。你知道这是一件多么恐怖的事情吗？我想和天下任何一个厉害的剑客交手。也对，李姑娘，李公子以后定然是能成为剑仙的，毕竟你还曾2次问见过我们望城山。哎，你看这桃子眼熟吗？这是我们玉珍种的呀。是我多言，是我多言。哦，对了。我刚才就想问你呢，兄台。现在可不是吃桃子的季节啊。那可不，我们玉珍在望城山上布下了一个阵，1年4季都可以吃到桃子。偌大的一座山，说布阵就布阵。那看来你这位师弟可非同一般呢。李公子，来，接着。要吃可就快点吃了，说不定这是你这辈子吃的最后一个桃子。来的居然都是一些故人。好久不见。学堂一别，是好久不见了。但我不会后悔今日一见。叶大哥。除夕那天，我去了，本想见见你，还是算了。是不是世上所有的兄弟一定会走到这一步呢？若尘。我老了，现在是连喝茶也会醉。这趟你让我来天启，我知道你是为了他来铺路。看来你真的很看重这个儿子。我说的当然是琅琊王萧若风。你觉得如何？心思缜密，武功高强，为人很好。要是真的放在战乱的时期啊，他绝对是那种振臂一呼就会有千军万马以死相随的那种。姑10几个儿子，可在姑看来，就算把他们都加起来，也比不过一个他。李先生也很看重他呀。可惜呀，
他有一个缺点，太善良了。善良对于普通人来说是很好的美德，但对于一个皇子，这个词太多余了。之前啊，程峰代表镇西侯府和景玉王还有琅琊王相好，但毕竟不是我来，你呀，就放不下这个心，就让我来天启走一趟，同时也让琅琊王一路相陪，因为你知道，只要是他，绝对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会以死护我，毫无保留。然后，只要知道我真的没有谋乱之心，就会一直保护琅琊王。你懂姑，也希望你能帮姑。我真的老了，现在镇西侯府的事情啊，都是程峰来处理。你不会老的，你曾经说过，就算哪一天你死了，手里也要握着刀。放心，过去的事情不会重现。你不仅能安然无恙地回到镇西侯府，还会被加封。姑封你为鹦鹉侯，镇守两方国门，世袭罔替。许久未见，先生还是这么风采依旧啊。只是没了先生的天启城，却显得有些寂寞了。哼，是吧？比如呢？比如这一城，就无人可挡了。雕虫小技，有我这个关门弟子在，哪还轮得到我师父动手啊？这位公公，若是手痒痒，不如我来向你讨教讨教。走了，恭送陛下。回陛下，李长生离开了天启城之后，就再也没有人见过他。方才奴才在试探的过程当中，细细地观察了此人，无论是从声音、形态，甚至连说话的语气，确实跟李长生很像。只可惜，太像了，像得太过刻意了。奴才敢确定，此人不是真正的李长生。他那张脸只是人皮面具，再加上
百里东军的那一手回护，虽然嘴上他说的在情在理，但是他那番说辞在奴才面前还是嫩了点儿。那就好。如果李长生真的回来了，事情就麻烦了。百里洛尘的胆子比当年真是小了太多，竟然用假的李长生来恐吓蛊。那百里洛尘的那孙子呢？你方才似乎在试探他的武功，如何？此子无畏，假以时日，必成大才。倒不愧为李长生的关门弟子。古书中说，君子之泽，30而战。这百里家倒是一门三代，一个比一个人才。只是朝中世家，兴亡3代太久了。如何？御史台那边怎么说？那边只传了4个字出来。你为什么关字呀？快说是。是，属下是言。御史台里说，此事难成。难成？难不成？难不成父皇不想杀百里洛尘了？不可能！当日本王去宫里求见父皇，跟他说百里洛尘谋逆的时候，他很支持本王的。怎么可能说变卦就变卦了？不可能啊！为何难成？那人不愿意说呀。不愿意说。我们亲王府现在还没有垮呢，他就这么急着跟我们撇清关系。那他当初拿银子的时候，他怎么不说不愿意啊？你先下去吧。是。殿下，不可能！你怎么又来了？殿下，应大人有客来。什么客都不见，滚！是。王爷火气这么大呀？朝中之事，风云变化，起起落落，不争一时得失，才能立于长久不败之地。你终于来了。奴才见过殿下。终于等到你了。也是大姐觉得时机等到了，所以就让奴才来了。终于想回学堂看一看了。陈先生，不错，相隔2年，与当初已有云泥之别。先生只看一眼便能辨别云泥。人身上都有一股气，清透旺气之人看他人，无需看人，看气便好。这次你来天启城，是因为有人状告御史台镇西侯府谋逆一事吧？是啊，不过看似是这么一回事儿，实际上是泰安帝想传位给小师兄。看来你已经想到了。若泰安帝真想治我爷爷的罪，也可以理解成他狠心想收回兵权，可他偏偏并没有想治我爷爷的罪，这又是为什么？告状的那位王爷会成为镇西侯府的眼中钉，而相反，护送我爷爷来的小师兄必定会成为镇西侯府青睐的对象。若是小师兄获得了镇西侯府的支持，便可以胜过天下间任何一位王后。皇帝是在给自己的儿子铺路啊！哦，
什么路啊？一条阳关道，一条杀头路。难道你就没有想过，皇帝真的支持党争，如此利用自己的亲生儿子吗？皇帝当年不也是这般获得皇位的吗？或许在百姓眼里，他确实是一位好君主，不然我的爷爷叶将军也不会为了他开疆拓土，抛洒热血。但人一旦到了那个最高的位置，就会变得身不由己。看似是人在掌控朝局，实则是在被朝局掌控。我爹曾告诉我，朝局无情，但我们却要有情。与其做那个冰冷权力的奴隶，不如做个像我们这样有血有肉的江湖人，活得潇洒自在。你能有如此见解，我很欣慰。不过这学堂还是有些冷清啊，师兄们都不在了。这天启城的风向变了，留在这里，衣服总会脏的。雷师兄呢？他应该还在吧？雷梦莎确实没有走，但他被派去寻找景玉王妃易文君的下落了。易文君？他离开天启城了。他怎么走的？被劫走的。来的人武功高强，动作也很迅速，所有人都没来得及做出反应，人就已经离开天启城了。难道是云哥？来的人武功强劲，影宗宗主亲自出手都没能留下他。我猜应该不是他，但也必定与他有关。甚至易文君最后的下落，都必定是叶鼎之所在之地。此事，你怎么想？我总是觉得有些不安。自从1年多前在天启城与云哥一别之后，便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。卓卿大剑坐下，谨先回宫。卓卿大剑坐下，谨未回宫。卓卿大剑坐下，谨欲回宫。这卓卿突然将自己在江湖上历练的几位大弟子都召回来，其中必有蹊跷。师父，锦仙，你回来了。弟子不孝。是为师亲口允得你入江湖3年，你何错之有呀？怎么样？回来的路上可有波折？无名剑客叶鼎之。并无。怎么了这是？这是没事吧？喘气儿呢，回来呢，没事吧？小伙子怎么了？好痛啊！粗鲁！
你还不快让开！想死吗？这位小友，此行可是往北呀？关你何事？阁下是谁？为何要拦我们的路？在下是个读书人，一心想去这最北边的千里冰山、万里荒原去看一看，不知可否搭一搭你们的马车？这位小友，还有里面那位，可否愿意啊？不愿意。啊！去！谁骂我？啊，算了算了，肯定是搞错了。这长相面貌和师傅说的大差不差呀。可是脾气却完全不一样，莫不是师傅他老人家又骗我？啊，算了算了，肯定是搞错了。我不和你们同行了啊！你们先走吧。走。去。脾气太重。去。哎，你看着点路啊你！没教养，把人家衣服都弄脏了，粗鲁。你个狗娘养的，你就有教养。欠老娘1个月的酒钱，每次都赊你大爷呀！三娘，非也非也，我不是没钱付酒钱。你想啊，这酒一喝，钱一付，咱们俩这关系就断了。一想到这儿啊，我就心痛。呸！给钱了就不疼了。伙计们，给我打！哎，三娘，我是个读书人啊，往死里打！咱们有话好好说，有话。站着！这世间所有的动情，都是因为真心。三娘，我对你的真心，你为何就感受不到呢？感受你大爷！伙计，你练过呀？老板娘，这咋弄？啊！不会真死了吧？嘿嘿，没事儿。三娘，你还是关心我的吧？你看你那死样儿！其实真的挺痛的。哎，我名字里不带三，在家排行也不是老三。你为何见了我总是三娘三娘的叫？一双珍秀龙烟眉，比起花容胜3分，所以你叫三娘。你呀，总是文绉绉的，我也听不懂你说啥。因为我是个读书人嘛。没见过你这么邋遢的读书人。哎，不用。驾！这回总应该是了吧？这位先生，可否让一让？我们有急事。这位小友，此行可是往北啊？是倒是。在下是一介书生，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想去北边看看千里冰川、万里荒原，可惜没带盘缠。不知这位小友可否载我一程？
我们去北方可不是游玩的，更可能有生死之危。先生若想同行，怕是不妥。哎，妥的妥的，找的就是你们这样的人。这，三娘，我走了。嗨，记得下次回来，把那酒钱补上。酒喝了钱未付，这缘分就断不了。走了，这。从此这世上又多了一个苦苦等我的女子。你是谁？你小子就叫百里东君吧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当然知道，因为我的名字叫君玉，谦谦君子的君，温润如玉的玉。这个银锭足够你从这里到最北边。下去吧，这个马车你坐不得。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多谢啊。不过我还是觉得，坐在你们的马车上比较舒服一些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真的很没有耐心。东君，我觉得这位先生不像是坏人。就是，像我这般温润如玉的公子，哪里看得出来像坏人啊？还是姑娘明事理。到底有完没完？少年郎，你的戾气很重啊。学堂之人应该有君子之气，君子有喜气、怒气、霸气、秀气，甚至可以有杀气，但唯独不能有戾气。戾便是邪，一步之错，万劫不复啊！听先生所言，想必也是学堂之人。我曾受过学堂之书，却未曾进过学堂，那就可惜了。不然在天启城里，还有个女子痴痴地等着先生呢。别叫我先生，谦谦君子，温润如玉吧。你看你这身行头，哪里谦谦公子，哪里有温润如玉了？君子有形却忘形，心有玲珑便如玉。这位先生确实当得上一声君子，可至于这如玉，怎么了？吓死我了！这个内息是无作使，他便是学堂大考时我们遇到的那个诸葛云。诸葛云，可他为何看起来如此憔悴，似变了个人一般？师父曾说过，有2个诸葛云，一个很戾，一个平和。他杀死了戾气重的，留下了相对平和的。可眼前这个人，难道是师父杀错了？不是杀错了，是他把自己的那个兄弟装进了自己的内心里。像他们这种双生子，心灵本就相通，一个人死了，便在另一个人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，然后催生出阴暗的花朵。这就是刚才我说的所谓的戾气。戾便是邪，一步之错，万劫不复，终究成了现在这副妖怪模样。所以，我们才要做君子。哼，像这种怪物，可不好打。你错了，像这种戾气催生出来的怪物，只是看起来可怕，不过徒有其表，弹指可摧。既然这么简单，那你来吧。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会在这里等你们这么久？自然便是等待此刻呀。不过可惜了，三娘是看不到我接下来的风采了，不然她一定会哭着喊着跟我走的。学堂君玉，请赐教。我等你们很久了。
月福地找我父亲，只有他能传授你剩下的功法。好，多久能到？小1个月吧。这。 东君，你醒了，怎么样？我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。你方才是不是做噩梦了？梦到什么了？感觉我仿佛跌落了一个无穷的深渊里，没有尽头，就一直下落，下落。有时好像烈焰地狱般灼热，有时又好像坠入万丈深渊般寒冷。 除了绝望，什么也感受不到。在梦中有个同路人，后来有个人拉了我一把，可他却在我的手上划了一刀，却被我自己挣脱开了。他是谁？ 最好的兄弟，百里东君。怎么突然这么冷？哈哈哈哈！当然了，小师弟，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极北之地了。来，哎，师兄，快把帘子拉上！你这是要冻死师弟啊！哦哦。 这，你刚才运功时真气澎湃，我怕你体内真气散不出来，也就没给你披上。怎么样，好点了吗？瑶儿。 那你岂不是要冻到了？我们一起盖吧。小师弟，你可真不害臊啊！ 东君，你训练功练到第几重了？你说过，一重功一层楼，每层都是重重阻碍。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我恰好登到了第3层，不多不少，训练功第3重。这就是天外天。魂官，你先带孩子进去，用内力给孩子御寒。我和叶鼎之直接去狼月福地找父亲。为何不能一起？虽说是福地，也不是谁都可以去的。那边是比这还要可怕的一片冰原，再神勇的马也会望而却步。我们只能徒步前行。
没事，你先跟着叔叔去暖和一点的房间里，爹爹随后就到。爹爹小心。放心吧，爹爹很快就会回来的。你阿娘还在等着我们。无相尊使，这位就是你们天外天如今的掌事人吗？吾相在此恭候叶公子的到来已经许久了。在下叶鼎之。尊使，外面的事情就麻烦你了，孩子也请照顾一二。去往狼月福地途中不乏危险，请二位务必小心。多谢。尊使，你带孩子先回去，我在这里还要等几位朋友。尊使，你要亲自出战吗？暗使传信回来了，仵作已经被他们杀了。我若不战，天外天还有人能拦住他们吗？飞离，去吧，很快。属于我们的天下就要到来了。就要到了，他们必是直接去了狼月福地，那里马车无法行进。再过一会儿，我们就要下车徒步过去了。师兄，怎么了？小师弟，不是师兄我想停啊。喏，前边有个拦路的。长公主，又见面了。上次未能同你说的话，如今一并说了吧。尊使为了自己的权利，欲我驱使如今终于能过上安稳日子的天外天百姓为你卖命，你夜里心安吗？在我看来，这才是让北阙走向真正的覆灭。长公主，错了，吾相这一生从未对权力有过执念。只是我们的百姓原本就应该生活在那片温暖富饶的土地上，而不是这片贫瘠苦寒之地。但有些事情已经注定了，如果放不下，只会败得更惨。与其让战火重燃，不如在新的家园获得重生。谁在这个时候吹笛子？听着还挺动听，而且没什么敌意。那就好好听听吧，美酒配笛声，妙哉妙哉。哎，司空长风，我去仙山前听说你要成亲了，你可有收到我的信？等我回来。有事哟。大师兄，你这信可来晚了，他刚抱得美人归，猴急着呢。你信送来的时候，人家早就成亲了，现在女儿都抱上了。哎，喝什么酒啊？别喝了，这么不仗义。别呀，这么好的酒我不喝谁喝啊？可别浪费了好酒啊！别生气了。自然是有人喝的，外面的客人要不要进来喝一杯？
主人未请，不敢进。客人不曾说出姓名，主人又如何敢请啊？我的名字很普通，不如里面的各位。就算说出来，你们也未曾听过。他不像是魔教的人。百里前辈又未曾见过我，又如何判断出我不是魔教的人？因为你身上的气息太过平凡，而魔教之人总是自命不凡。主人远了，进来吧。遵命。我叫叶小凡，不知小叶兄弟来此有何贵干？叶某不才，也想加入雪月城，一起对抗魔教入侵。哦，加入雪月城可不简单。二师妹，试试招。等很久。女人这么冷可不好啊。是啊，这得全天下最暖的人才能降得住她。哼，有几分能耐？还没完。这剑法，你方才说你姓叶。其实我本不姓叶，可是叶姓从何而来？我们村里以前有过一个懒汉，一天到晚只在树上睡觉，直到有一天村里来了土匪，他就从他睡觉的那棵树上随手折了一根树枝，跳下来把土匪都打跑了。从那天起，他就成了村里的姑娘们最想嫁的男人。好多小孩吵着闹着要和他学舞，但他只交给了我。不过，我从来没有管他叫过师傅，因为我希望有一天，他能做我的姐夫。这个人，便叫叶小凡。那为何你现在叫叶小凡？后来，他从村里走了，我问他我要去哪里找他。叶小凡，你先别走，那我以后怎么找你啊？他说：“到时候我名扬天下，你出闯江湖，你说你是叶小凡，我来找你。”我就说我叫叶小凡，他定会来找我。你叫叶小凡，那他怎么办？他说他会剑荡江湖，问鼎天启，以后便叫叶鼎之。叶鼎之，你是魔教教主的徒弟。小姐，小姐，我现在还是你们的小姐吗？小姐永远都是小姐，即便是教主，他若敢动你一根汗毛，我也是会拔剑的。可曾经站在我身旁的你，为何也决定对北离拔剑呢？教主对雨季有救命之恩，这是其一。其二，我和雨季一直觉得，无相使无法带领我们真正的打败北离。
所以此前的行动我们颇有优异。但教主不同，在短短的2年时间内，他便整合了域外的32宗门。小姐也知道，域外32宗门在北阙时期便是独立为政的宗门，想要整合，更是不可能而为之。但教主做到了，他值得我们毕生追随。是不是男人都这样？信奉强者，信奉力量，想要走出一条自己的英雄路。我父亲是，吴相是，就连你们也是。毕竟，每个人都向往美好，不想永远待在这苦寒之地。我们来此，本来是想要迎回小姐，但这句话还未开口，此事似乎就已经没有这可能。我不想看到任何战争，即便我承认，现在的叶鼎之的确可以带领北阙移民回到这片大陆。小姐的内心，我们一直都知道。可是这世界上，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私心的。我有私心，齐宣有私心，域外32宗皆有私心。小姐，你也有私心。哦，什么是我的私心？你的私心叫百里东君。韩姨，我认识的叶大哥，不会成为魔教教主的，他一定另有隐情。我想加入你们，亲口问问他的隐情。我听说今天下午，有一位身份不明的剑客，独自一人击退了魔教的一次进攻，那人是你吧？是，我把他们都击退了，并且告诉了他们我的名字，叶小凡。我等他来找我。好，从今往后，你便是雪月城的叶小凡。大师兄，怎么我刚出去没多久，就来了这么多客人？瑶儿，你可算回来了，我都快饿死了。新年了，我去见了2位老朋友。别愣着呀，快坐。来，今天过年，不醉不归，喝酒，干！